弟弟在山上捡了一窝蛋，一共11颗，紧紧粘在一起。我一眼认出那是毒蛇过山峰的蛋，赶紧劝弟弟快放回去，母蛇护子，它会找上门的。弟弟听后嗤笑一声，呵，找上门我连母蛇一起炖了。我妈也在一旁搭腔，还是儿子有本事，我还没吃过蛇蛋呢。当晚，一位身姿妖娆的美女敲响了我家门。深夜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唤醒。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还不等彻底清醒过来，就被我妈一脚踹到地上。你是聋子吗？赶紧去开门！我不敢多言，急忙脱上鞋就往外跑。估计弟弟喝多忘带钥匙了。别敲了，别敲了，我来了！我拉开栓子，将门打开。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浓重的香味冲到我的鼻腔。门外是一名面容姣好的美女子。我愣了愣，心里却有些不安。你是谁？女人的脸很小，面色苍白，可嘴唇却红得发紫。她没说话，只是凑到我面前使劲闻了闻。我被吓坏了，一把将她推开。你谁呀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她皱起眉头，似乎在回味我身上的味道，随即又冲我笑了笑。我来找个人呀。她一笑，整个嘴巴咧得很大，像是要吞人一般。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，身子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你找谁？谁呀？他妈的吵死了！我没等到对面女人的回答，身后的弟弟就已经披上衣服出来了。他脸上充满了被吵醒后的不爽，让你开个门磨磨蹭蹭的。谁来了？我呀，我来找人呀。那女人的声音一响起，弟弟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。他一把将我扯走，有些殷勤地看向对面的女人。你找谁呀？那女人直愣愣地看着弟弟，她的瞳孔突然变大，随即又扑到弟弟身上闻了闻。我来找你呀。刚才他眼睛里的变化，让我不禁想到了蛇捕猎时候的眼神。在夜晚，蛇为了更好地观察周围环境，眼睛会不由得扩大。弟弟被女人突如其来的亲近迷得笑哈哈。他抓着女人的一只手，你的手好凉啊，要不要进来暖和一下？不行。我伸手挡在那女人的面前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奇怪了，绝对不能让她进来。不行什么？这他妈是我家，你给我滚！弟弟伸手将我的胳膊打了下来，说着还猛推了我一把。我身子踉跄了一下，那女人就已经进了院子。她跟着弟弟往屋子的方向走着，却突然扭头看向我，那眼神里充满了警告，让我想说的话又憋了回去。山里的晚上温差大，冷是真的，可是那女人身上如同冰窖一样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弟弟将那女人带进里屋，我妈听到动静也醒了过来。谁来了？弟弟忙不迭地回答，妈，是个女孩，她晚上在山里迷路了，想在咱们家借宿一晚。我妈听到弟弟这么说，赶紧从里面跑了出来，鞋子都没穿。她握着那女人的胳膊，连连说好。姑娘，你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行，别客气。梁柱，去，把你房间腾出来给人姑娘住。弟弟欢快地答应下来。我妈推了我一把，去呀，还不赶紧帮你弟收拾。看着面前的女人，我有些害怕，想提醒妈妈的时候，却一把被弟弟拉走了。我进屋之前，正好看到那女人凑到妈妈脖子上闻，似乎是在确定着什么。蛇，那是蛇，那个女人是蛇，她来找自己的孩子来了。我拉着弟弟的胳膊，赶紧把他孩子还回去，要不然你会死的。弟弟却将我的手死死地反扣住，他像是在看神经病一样盯了我好久。你他妈说什么疯话呢？梁楠，要是这美女被你吓跑了，老子他妈弄死你！说完，他自顾自地捯饬着自己，老天保佑，别让我媳妇跑了。等我收拾好床铺出去之后，才发现我妈钻进了厨房。她笑意盈盈地看着那女人，小风啊，阿姨给你煮点面吃。说话间，她还不住地给一旁的弟弟使着眼色。那女人静静地坐在凳子上，脸上毫无表情，眼珠却滴溜溜地转。我知道她在找自己的孩子。来喽，面煮好了。说话间，我妈将一碗面端了上来。弟弟也有些迫不及待，示意让那女人赶紧趁热吃。我有些紧张，弟弟和妈妈龌龊的心思溢于言表，可是我却不能直接说出来。要是我阻止了他们的好事，那么我将会得到一顿毒打。想到这里，我身上的伤口彷佛在隐隐作痛。白天当我发现弟弟将过山峰蛋捡回来的时候，我当即就要他送回去。先不说蛇本身就是一个冷血且报复心很强的一种动物，更何况这次弟弟招惹的可是刚生下宝宝的母蛇。可谁知我劝阻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脸上就已经挨了一个巴掌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嫁不出去，你弟弟也不至于筹彩礼钱。现在你弟好不容易捡蛇蛋，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还想扔了？我妈一边说一边打，弟弟在一旁叫好。妈，我看他就是看不惯我有出息，他不想让我结婚，或许是被打怕了，又或者是打疼了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风啊，阿姨煮的面好吃吗？我妈将脸凑过去，眼神落在那女人的身上。那女人连连点头，白皙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酡红。弟弟在一旁不停地揉搓着双手，咽口水的声音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女人将面全部吃光之后，还将汤也喝得一滴不剩。她懒洋洋打了个饱嗝，现在我去哪里睡呀？
我妈赶紧直起腰，和弟弟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，就指向不远处的房间。哎，就那个，都给你收拾好了。话音刚落，那女人的身子快速地瘫软下去。弟弟早有准备，他立马接住那女人。妈，这药还真有用。我妈笑得眼睛都没了，快点办事，别被人听见。破了身子的女人，看以后谁敢要。说完，他们又齐刷刷地将眼神落在我身上。我可告诉你，这件事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看我弄不死你。我妈也拧着我的耳朵，你弟和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我不敢说话，只能一个劲地点头。弟弟的房间门被关上了。很快，我听到床板的吱呀声，还有弟弟的闷哼声。奇怪的是，隐约中我还听到里面女人的娇喘声。明明是已经昏迷过去的人了，又怎会如此？母蛇报仇，要的是他的孩子。想着，我走进柴房，小心翼翼推开门。我抽出一块棉布，将这11颗蛋轻手轻脚地包裹起来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我能做的也就只是将危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。等我做完这一切，准备进屋睡觉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弟弟那个窗户上出现了倒影。女人嘴里吐出舌头，那舌头有20厘米长。她贪婪地舔着弟弟的头，庞佛下一秒就会吞噬下去。我看呆了，想挪动脚步，却发现全身都没了力气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第二天我是被鸡叫喊醒的，因为昨天躺在院子里，所以现在我的衣服都湿了，身上也酸痛无比。我揉着胳膊的时候，我妈出来了，她打了个哈欠，径直朝弟弟的房间走去。到了门口，她将耳朵贴到上面，还没睡醒呢。可是下一秒，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了。那女人上面松松垮垮的，下面却什么都没穿，腿上还有干涸的血迹。她眼眶红红的，看我妈的眼神里带了恨意。你们竟然敢给我下药！她说着就要跑出去，却被我妈一手拉住。柱子，快点起来，要不然你媳妇跑了。我被吓坏了，傻愣愣站在一旁。弟弟快速起身，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出来了。他直接甩了那女人一个巴掌，你装什么清纯？都被老子睡过了，还想跑？说着，他拽起女人的头发，女人疼得直喊救命。我妈紧接着又是一个耳光，给我安分点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那我就喊全村的男人过来，让他们好好看看你这副荡妇样。那女人拼命挣扎着，可是却不敢发出声音了。她哭得越厉害，我弟弟就越兴奋。只要你乖乖的给我生个儿子，我保证对你好。但你要是敢逃跑，那我就弄死你！我心里大喊不可能，难道这女人不是母蛇？是我猜错了？弟弟很是得意，他朝我啐了一口，还不赶紧给我们做饭去。说完，又一脸银色的将那女人往屋里面拉。大好时光，可不要浪费掉。我妈在一旁乐开了花，白捡一个儿媳妇，亏的是咱们祖坟冒了青烟啊！说着，她朝天拜了拜。那女人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跑不掉了，脸上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，就那样直愣愣的被弟弟拉了进去。几分钟后，那里面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，女人也配合的大叫起来，我听得面红耳赤。我妈走了过来，她冷哼一声，要不是你弟弟命好能捡到媳妇，我们梁家就断后了。你呢？之前村长介绍他儿子，我已经答应了。村长的儿子从小是个痴呆，若是单独一个痴傻也就罢了，可他还喜欢动手打人虐人。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妈，我不嫁，我能挣钱。话没说完，我妈就打了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彩礼我已经收了，就定在下个月的15号，你不嫁也要嫁。她丢下这句话就哼着歌出去了。就这样过了半个天，那女人突然喊着肚子疼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她吃坏肚子了，可是我妈却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梁楠，你去村头喊王医生来。我心里暗叫不好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带她的逃跑计划岂不是会失败？医生来了，他把了把脉，随后恭喜我妈怀孕了。那女人懵懂地抬起头，和我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可我却突然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一丝得意。你弟妹怀孕了，这几天杀只鸡好好补一补。我妈提溜着一只鸡进了厨房，跟在她身后的还有那女人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她已经完美适应了我家的日子，每天跟着我去砍柴、做饭、洗衣服，伺候我弟和我妈。我每天晚上累得要死要活的时候，那女人却还有精力缠着弟弟亲热。我妈放下鸡就出了门，我快速地将那女人拉到我身边。说实话，这几天的接触让我感觉到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甚至还怀疑过我曾经是不是疑心病太重了。你想不想跑？似乎没想到我会开口这么问，她愣了几秒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柴房。我有些着急，又压低声音问了一遍，你想不想跟着我走？那女人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她和我拉开距离，然后摇了摇头。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呢，快了。我有些不解，她说的这2句话完全就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刚怀孕怎么就快了呢？我很无奈，她不想走，我总不能绑着她带她离开。在问她之前，我本以为我会得到肯定的回答，可惜不是。吃饭的时候我也有些心不在焉，要不是我妈一筷子敲下来，我都不知道我夹起了一根鸡腿。吃，那是给你吃的吗？她觉得不解气，又换了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。
你弟妹现在怀孕里，家里还是你一个人收拾吧。我看向桌子对面的女人和弟弟，说来也奇怪，明明是她怀孕了，可吃胖的却是我弟弟。他哼哧哼哧的往自己嘴里送着米饭，全然不顾别人说了什么。那女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那就先谢谢姐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。说话的时候，她眼神却是落在了弟弟的肚子上。我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，弟弟的肚子现在就像一个小皮球。我妈像是没注意到一样，不停地给弟弟碗里面加肉。你可是咱们家的劳动力，吃得多才能干得多呀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那女人身材还很消瘦，可是我弟弟胖得像猪一样。更多的时候，让我觉得她才是那个孕妇。终于，我们全家都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弟弟撑着肚子回家的时候，我妈正在院里摘菜。妈，我不行了，我肚子好疼。听见声音的我从厨房出来，那女人也从柴房走了出来。只见弟弟满头大汗，捂着肚子一个劲的喊疼，疼死我了！我感觉我肚子里面有东西。我妈被吓傻了，饶是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多少奇怪的东西，在看到这一幕也慌了神。她大喊着要我去喊医生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佛祖保佑。我两步并作一步，可就在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只见弟弟哀嚎一声，下体就开始流出大量的脓水，那味道臭气熏天，就连我妈都有些招架不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女人没说话，走上前直接将弟弟的裤子撕开。几秒过后，一条小蛇从里面缓缓爬了出来。我妈看到这一幕，被吓得直接昏死了过去。我也瘫坐在地上，呼吸有些不畅。那女人捡起地上的小蛇，弟弟半睁着眼睛，你，话还没说完，人就已经双腿一蹬，死了。我连滚带爬的想跑的时候，那女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到我面前。我被吓傻了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女人冲我咧嘴一笑，现在还不可以跑哦。说着，她直接拽着我的脚往回拉。或许是她觉得家里就我一个清醒着，不需要再伪装了，所以那女人肆无忌惮地伸出舌头。她扭了扭脖子，然后张大嘴巴，一口将弟弟吞了进去。我看呆了，一个小1.8米的壮汉，就这样轻松被她吞到了肚子里。他吃完弟弟之后，擦了擦嘴角，很是优雅地向我伸出胳膊。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话虽然是对着我说的，但是眼神却有意无意地落在一旁晕倒我妈妈的身上。我被吓得直哆嗦，那女人却呕吐了2声，将弟弟又吐了出来。这一操作把我彻底吓晕了过去。再睁眼，我坐在餐桌上，一旁是瑟瑟发抖的妈妈，还有面无表情的弟弟。那女人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样，往自己碗里夹着菜。妈，你说我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被突然点到名字的妈妈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她慢慢地将视线放在了弟弟的肚子上，连连摇头说着自己不知道。女人轻笑一声，然后摸了摸弟弟的后背。下一秒，弟弟突然站起身子，像是一个被控制的木偶一般。我妈被吓得差点滚坐到地上。弟弟径直朝我妈走来，他穿着的还是那会儿生产时的衣服，裤子已经被那女人撕扯开来，整个屁股露在外面。我依稀能看到他身上还有长出来的蛇鳞。他走过来，一把将我妈手里的碗夺走。那女人又问了一遍，妈，你喜欢女孩还是男孩？现在这架势，我妈也明白过来。今天要是不给出一个让那女人完美的回答的话，那么她现在就必死无疑。要说真话哦。那女人的声音很是空灵，就像是从远处传来的。我妈抖动了2下身体之后，才哆嗦着开口，男孩。那女人听后嗤笑一声，那恐怕就要让你失望了。说完，她直接从下面掏出一条小蛇，那蛇上面还沾着不少的血迹。她直愣愣地伸到我妈面前。弟弟则站在妈妈的身后，支撑着她，不要她倒下。我妈被吓得脸色灰白，迟迟不肯睁开。你不喜欢你的孙女吗？那女人站起身，示意让弟弟扒拉开妈妈的眼睛。你好好看看啊，你的孙女，你真的不喜欢吗？那小蛇似乎能听懂女人的话，很是配合着吐出蛇信子。那样子看久了，我竟然觉得有些可爱。我妈突然就像是发疯一般，她猛地挣开弟弟的拉扯，随即又冲着那女人大吼，你有本事就弄死我呀！别他妈吓唬人了。真以为我害怕这些是不是？我胆战心惊的听着妈妈说完这些，不由得为她捏了一把汗。可那女人只是挑了挑眉，你喜欢的话，那生就好了。这话一出，我妈当即就晕倒了过去。那女人哈哈大笑2声，然后冲我指了指柴房。我瞬间明白她的意思，那里面还放着她的孩子。等我进到柴房之后，才发现11颗蛋已经破了1颗，想来那就是弟弟白天生出来的那条小蛇。我想起来，那天医生说弟妹怀孕之后，告诉我妈她身子弱，需要大补。村里有的东西就这些，看门的狗，养家的猪，干活的牛，还有下蛋的鸡。一边是医生告诫的，要是不及时补充营养，孩子可能会丢掉；一边又是自己养大的动物。当时弟妹很懂事，她安慰婆婆，我不用补身体也可以，您别担心了。可弟弟却不开心了，妈，这肚子里万一是孙子呢？要是没有了，你不得伤心死。就是这句话，我妈立马决定给弟妹炖鸡吃。蛇爱吃鸡，营养的补充
同时加速了弟弟的生产。我小心翼翼地端起这剩下的10颗蛋，却意外发现有一颗已经有要裂开的迹象了。我心里一沉，难不成？等我把蛇蛋端出去的时候，弟弟已经不见了。那女人正在擦嘴，她像是饱餐了一顿的饕餮，有点太硬了，不好吃。我不敢接话，小心翼翼的蛇蛋放到她面前，她一挥手，那几颗蛋就全部消失不见了。我不由自主地看向地上晕倒的妈妈，她的肚子带了不少。或许是她觉得气氛凝重起来，你应该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吧？我弱弱地点了点头。她轻笑一声，我叫小风。我心里大惊，脑海里全是过山峰这3个字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追究你的责任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因为你和我一样。我很是不解，刚想问清楚他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他人就已经离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是被妈妈的声音吵醒的。她整个人趴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碗。饿死我了，死丫头，还不赶紧做饭去，饿死我了。我穿好衣服，赶紧下床查看，这才注意到她整个人很是消瘦。要知道我妈之前将近200斤，可是一夜过后，她的脸直接小了一半，肚子却带得像是要临盆。她捂着肚子很是痛苦，有吃的吗？赶紧给我找点吃的呀！你要饿死我了吗？小风听见声音也出来了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手按在我妈妈的头上，安静点。我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，明明妈妈肚子里怀的是她的孩子，可是她却这么冷漠，庞佛不在乎那孩子一样。我不敢耽误，直接去了厨房，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。正在我焦灼万分的时候，小风进来了，他抓了2只鸡，今天做这个吧。这是家里最后的2只鸡，可是距离我妈生产还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。今天吃完鸡，那么明天呢？到最后又会不会演变成吃人呢？我脑子里天马行空，可是手下的动作却不敢停下，快速给鸡拔毛之后就开始剁。小风进来看过好几次，终于肉好了，他闻着肉香，露出满意的笑。我不敢马虎，端着炖好的肉放到了餐桌上，还没放稳，我妈就直接扑了过来。她像是一只饿狼一样，甚至都不觉得烫，就直接将双手放在里面开始抓着吃。明明她的手和嘴都被烫红肿了，可她还是像没感觉一样，往自己嘴里一直送着吃的，一盆下去，可她好像没吃饱。她端着盆疯狂舔，吃肉不吐骨头，在她的身上生动诠释了。吃完之后，她还不停地喊着饿。我看向她的肚子，刚才那么多肉吃下去，她的肚子明显变大了，可她还是捂着肚子一直喊着没吃饱。仔细想想，倒是也对，毕竟她的肚子里有10颗蛇蛋，刚才的2只鸡怎么能满足她呢？我有些为难，准备转头的时候，却发现小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。他的身后是我们家养了2年的母猪。我张大了嘴，你杀了？小风拍了拍手，很是轻松。不杀的话，我孩子饿死了怎么办？猪我已经替你杀了，你只需要负责做就行了。我不敢说一个不字。之前小风说过不会动我，可谁知道他下一秒会不会反悔呢？猪的骨头很硬，我是拿斧头砍掉的，鲜血流了一地，血腥味顿时弥漫在整个家里。我妈却突然兴奋起来，她快速地朝我方向奔来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她的嘴像是被人用力掰开过。我本以为她是奔着猪肉来的，可是我猜错了。只见她像狗一样趴在地上，开始贪婪地吮吸着地上的血。因为是刚杀的，那血还有些温度，我不敢继续看下去。这2天我也算是大风大浪都经历过的人了，可是看到这一幕，我还是没忍住干呕了出来。小风又出现了，他给我端了一杯水，我感激地接了过来。这一刻，我忘了我现在所有的痛苦都和他有关。猪不像鸡，很大，一锅根本煮不完。我刚把一部分放进去，我妈就闻着味进来了。她刚喝完血，身上脸上都是鲜血，随着而来的还有一股腥臭味。我屏住呼吸，不停地扇风，试图让这些味道快速消失。你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我看出妈妈眼里的贪婪，立马出声给她解释。她像是没听懂一样，开始流出口水。要吃，饿死了，我要吃。说着，她直接将手伸了进去。不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她就已经抓起一块肉啃了起来。她牙口不好，根本咬不烂，每次将肉塞进嘴里，然后象征性的咬了咬，就吞了下去。这一幕让我突然想到那些蛇吃东西的时候，一大块猪肉卡在妈妈的喉咙里，她的脸憋成了青紫色。可是下一秒，我就看到那肉咽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我妈已经将大半锅都吃完了。猪被妈妈吃完的时候，她终于不喊饿了。而这时候，她的肚子就像是2个大圆西瓜。我掀开她的衣服，肚皮薄的就像一张纸，我甚至能透过这层皮看到她里面的器官。妈妈吃完之后就去睡觉，俨然像一个孕晚期的孕妇。小风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心里暗自叫好，想着自己终于暂时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。可是突然，我家的门被人从外面踹开。今天就是15号了，你们迟迟不送人什么意思？我快速起身，探头向外面看去，门外是村长和他的傻儿子。一进院子，他们就捂着了鼻子。操！
这他妈什么味？杀猪了！他婶子啊，钱你都收了，现在不把人送过来，不地道吧？说着，村长就自顾自地往里面走着。我一时无措，急忙跑进里屋，奋力地找着藏身的地方。村长还是发现了睡在地上的妈妈，他言语带着挑逗：“他婶子怎么睡地上了？”可是下一秒，他尖叫着跳开。卧槽，这他妈是什么？地上的妈妈还在昏睡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要不是看到他那有起伏的胸口，恐怕村长都要以为他死掉了。村长的傻儿子听到声音走了进来。我妈的肚子很吸人眼球，他指着那肚子哈哈大笑。这里面有皮球，爸，快看，里面塞了一个皮球。身旁有人，胆子终归大了不少。村长慢慢地靠近我妈，然后伸手将衣服掀开，仅一眼他就被吓得没了动作。我妈的肚子里面有10条小蛇不停地游动，她被吓坏了，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就像是当初的我一样。那傻子还傻乎乎地说着大皮球好玩。意识到不对劲的村长开始四处观察着。我妈吧唧了2下嘴，然后醒了过来，她眼睛红彤彤的，俨然已经没有一个人样了。肉，我要吃肉。突然她快速地在地上扭动起来，像是一条蛇。村长被吓坏了，他第一反应就想拉着自己的儿子逃跑，可他的速度还是远不及我妈。只见我妈扭动着身子，因为肚子实在是太饱，所以地上出现一道血痕。她直奔棚子里的牛，一口啃了下去。或许你们见过泄气的皮球吗？当时我透着窗户看到我妈疯狂地吮吸着，那一头牛就这样瘪了下去，像是气球一样。不仅我看呆了，村长也是如此。牛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倒了下去，村长的傻儿子还在拍手叫好，可是一旁的村长却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。我调整着呼吸，迟迟不敢露面。啃完牛的妈妈似乎觉得还不解饿，她将视线放到了村长和他儿子身上。我不由得替他们倒吸一口了。村长似乎也意识到了危险，他赶紧拉着儿子就往外面跑，可惜速度还是没有我妈快。我妈一个猛扑上去，直奔那傻子的脖子。村长急了，他疯打着妈妈：“你给我松开，放开我儿子！”可是下一秒他便说不出话了，因为我妈也开始吃他了。小峰回来看到这一幕，很是嫌弃。怎么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？村长和他的傻子儿子已经被吞了进去，地上散落着大量的鲜血，还有他们的2只鞋子。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我不禁有些担心。小峰似乎看出我的担忧，他冲我笑了笑：“你别害怕，马上就生出来了。”我顺着他的话看了过去，地上我妈难受地扭动着身子，她抓心挠肝地蠕动着，她大喘着气，我也跟着害怕。下一秒，她突然躺在地上没了反应，然后一条小蛇出来了，紧接着又是一条。随着小蛇的出来，他的肚子肉眼可见地小了下去。那小蛇很认人，一出来就直奔小峰的身边。他们又很听话，小心地缠绕着小峰，最后爬上脖子。在最后一条小蛇出来之后，我妈也咽了气。小峰冷冷一笑，随即张大嘴将我妈直接吞了进去。我已经不敢有什么动作了，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，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他注意到我。磕过山峰蛋到现在已经完全孵化出来。小峰将所有的孩子都放在自己的头上还有脖子上，他朝我吐着舌信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伤害你吗？还是熟悉的话，可是这一次我脑子里突然有了印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。小峰似乎很满意我这个答案，他扭动了一下蛇尾巴，表示自己现在的心情很愉悦。说实话，我挺感谢你妈和你弟弟的，要不是他们做了载体，我的孩子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。他说得如此淡然，我却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村长还有他的傻儿子怎么办？一想到他们死的惨状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咽口水。小峰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那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愣了几秒，脸却红了。我内心的想法被人就这样轻易地揭露出来，到底是有些难堪的。不得不说，村长和他儿子的死对我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那怎么和其他人交代呀？我弱弱地开口，却不曾想小峰有些不屑。交代？你需要和别人交代什么？我怔了怔，你都是受害人，你还害怕什么？到时候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就行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小峰直接离开了。他离开的幅度很大，刮起了一阵风。他走了，剩下了我还有一院子的狼藉。他离开后，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也离开了。院子里的东西我能扔的都扔了。扔的时候我很是庆幸，幸好家就在山的旁边。这个家我早就想离开了。我坐在大巴车上，紧闭双眼，脑海里却不停地回忆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实在是太奇幻了。母蛇为了孩子杀人，说出去多么可笑，可这件事却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。我呼出一口浊气，突然想到小峰的一句话，因为我和他一样。我为什么能和他一样呢？他明明是被人偷走了孩子，想着复仇，我呢？突然我的大脑一阵刺痛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在一个重男轻女且小山村里生活的我，没上过学，甚至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过。村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，弟弟已经成年人，
却还没有尝过女人的味道。于是我妈将这注意打在了我的身上。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后来我妈又想到了村长家里的那个傻子，傻子怎么会懂人事呢？一句话，我又被关进傻子的屋。可是那时候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。一夜过后，我鲜血流了一床。我妈吓坏了，急忙喊来医生，拼了老命也要把我治好。她不爱我，她是怕我死了，村长一家不会让她好过。我的孩子没了，可是我和傻子的婚事还没有结束。我妈随便扯了个谎，就将我带了回来。咱们给这俩孩子约个好日子。我被带了回来的日子更不好过，弟弟整天对我虎视眈眈。我妈还想着让我不停地干活，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。直到那天，弟弟上山找到一窝蛇蛋，那蛇蛋其实是我找到的，只不过我放在了弟弟平常走的路上。我都想起来了，难怪小峰会那样说。终点站到了，都下车了。司机的话将我拉回了现实。天已经黑了，我看向窗外，却觉得自己的光明要来了。